大家好，这期视频我将手把手指导大家如何研究透新能源车企，从研究一台电车到底该不该买，到理解一台电车企业的长期竞争力。我们总结了一些我们的研究方法，这真的是压箱底的干货呀！这期视频我将分享我们的商业分析资源和独家研究框架。我强烈建议是有意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们一定要认真观看这期视频，因为买电车不同于传统汽车，过去买车只要看评测，单研究这台车怎么样就完了。而电车的交付价值却贯穿整个车的生命周期。如果车企倒闭了，那承诺的 OTA 在线升级、首任车主权益也将不复存在。比如当年被忽悠买了乐视的老哥，真的有苦说不出。除去车外，更应该研究车企本身是否靠谱。当然，要是你本身平时就会购买一些股票，那就更应该收藏这期视频了，因为我会在分享一些新能源资讯网站和投研思考框架的同时，也会讲一下我对2023年3家造车新势力各自目前的优劣势的理解。好，废话少说，我们直接开始。首先，我先将本视频讲到的资料网站贴在这里，提供给需要的老哥截图自取。如果是了解一些行业动向、新能源资讯，我推荐以上几个国外网站，你可以找到非常多的全球新能源汽车资讯。Electra 上有很多关于特斯拉的干货信息 ，Electra 会有一些电动卡车充电设施以及储能设备的行业信息。国内的网站建议看看新出行、电动帮、车云网、第一电动。新出行有很多国内一手新车信息及评价，电动帮提供了新能源选车、看车、买车、用车的全程服务和信息。如果你只是普通消费者，买电车看看这个网站总归是没错的。车云网会垂直一些专注汽车智能化、电气化的信息，相对会深入一些。Nescar Show 这个网站被誉为全球汽车百科全书，你可以在上面找到各个车型的介绍及其精美图片，爱车玩家可以收藏起来。如果是专门关注特斯拉的动态，可以看看 Tesla Ready 这个网站，是专门围绕特斯拉和 SpaceX 两家公司专门建立的网站，有不少一手信息资源。除此之外，综合的资讯网站我会看看36氪、钛媒体、极客公园的汽车板块内容，对最新实时热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当然，如果是我在做行业研究时，习惯性的工作流还是先找行业研报学习，研报整合网站、发现报告、洞见研报都不错，不过后者的性价比会更高。我平时也会加一些免费的研报知识星球，需要的时候在搜索框里直接搜索。如果有时候你已经知道一份研报的名字，但网站却没有收录，不妨追根究底，看看研报是哪家机构发布的，直接找到机构的资料库搜寻，说不定还是免费的。或者把研报的名字加上 PDF 为关键词，在谷歌浏览器搜索，效果都不错。不过还是要知道，研报这种东西有一些质量也不高，甚至网上90%的研报价值都不大。现在大家更多的还是看很多有用的数据和图表，或者对行业里过去发展历史和现阶段进行复盘。因为你去看外面什么人的见解，都难免有自己的立场，但图表数据你是可以基于图表自己做分析的。如查询新能源车型销量，对于做好车企研究至关重要。另外，车企数据当然也有很多地方可以查，我比较常用的是 Das Auto 网站，它把数据归纳分类做得特别好，全国的零售量、城市零销量以及保有量、产量都能按照时间把数据拉出来。有专门针对新能源的一些数据查询，包括3电系统数据、不同地区充电桩数量等，数据相当详细。我现在常用的一个技巧就是让 AI 扮演不同行业的专家，针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归纳。AI 的归纳能力、排列组合能力是远超我们的，往往最后生成的结果效果也不错。此外，做好新能源投研还需要关注新能源车企发布的财报等信息。之前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造车新势力的估值那么高，明明这么差的财务表现，都没赚什么钱，怎么能支撑起这么高的估值？这是因为当时车企对这3家企业是有非常高的期待的，觉得未来可以取代当下传统车企的地位。不过时过境迁，现在传统车企也纷纷造起了电车，而不少车企还非常能打，特斯拉又不断陆续降价，这让有的新势力品牌现在就很难受。目前电动车企的估值也逐渐回归3P 指标了，即市盈率、市销率、市净率。市盈率就是一家公司当前股价与其每股收益之比，如果这个指标明显高于其他同行或者行业平均水平，那可能就意味着估值过高了。市销率即公司市值与其总销售收入之比，市净率就是公司市值与其账面价值之比。3个指标都是同样的道理，高于同行或者行业平均水平就说明估值过高了。除此之外，还可以看投资回报率，如果预期回报低于投资者要求的回报时，那公司的估值也意味着被高估了。当然，如果你说你实在看不懂财报，那我建议在今天这个时代可以用 AI 工具解决。一家车企财报发布之后，你可以把上面我说的关键指标找出来，再去找对应的行业平均指标是多少，整理好后集中喂给
AI 让其进行分析，因为这些都是纸面指标，雷打不动的数据，所以分析出来一般不会出错。但也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反映企业的真实价值，因为电动车企你还需要评估它的发展路线和想象空间，评判还未上市的新车型，在未来上市发售的时候是否有足够竞争力，能不能卖爆。有些时候一款爆款车型就能把整家车企的股价拉到一个新高度，甚至爆款车型就是驱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驱动核心。从供需关系上，爆款车型一方面要看消费者的需求，需求带动销量；二来是评估车企供给，你有多少产能，产能的上扬速度决定了爆款车型的爆发速度。其实现在做投研可比以前轻松太多了，因为好的 AI 工具提升的效率可能没有10倍，但2倍肯定是有的。比如我现在习惯性下载好研报后，会把它喂给 KDF 中枢这个 AI 管理工具，不同于 ChatGPT 加插件， KDF 中枢理论上可以投喂无限多的 PDF 研报和自己整理好的投研资料，建立一个小小的实时的不垃圾信息污染的数据库，让 AI 只基于这个数据库资料生成问题答案。目前看生成的效率是非常不错的，也能很大程度上帮助博主提高投研效率。当然除去财报外，想更深入剖析企业，还应该关注财报电话会内容，尤其是 CEO 高管对提问的回答。如果你长期跟踪创始人的发言，就会发现哪些创始人是想清楚了长期战略，在稳扎稳打执行的，而哪些创始人又是投机分子，走一步看一步的，那他们家的车和股票可能长期就不太值得买了。我一直认为企业的1号位的深度访谈是很重要的内容，比如虽然我对理想汽车感觉一般，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研究理想这个人的，自己朋友圈也写过2条对理想的评价，他们表达的东西肯定是更深刻一些。比如以前老是被种草的增程路线，现在各大传统车企都在争先发布和抢占市场，因为增程汽车很可能并不是一个过渡路线，而是新品类的开创。如果一个城市全是纯电车型，那对当地电力负荷也是很大的压力，但混动车型是拥有调峰填谷的能力的，相比燃油车又更环保。因此中国工程学发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认为，到2035年的时候，混动车型很可能完全替代燃油车，那时候混动车型和电动车将各占一半。除去赌对增程和产品定位这一点，我觉得理想近期被讨论越来越多，还在于它确实最早敢于跳出传统车企定义的价值框架的，大冰箱大彩电直接给你空气悬挂真皮座椅按摩通风加热，这样看配置上吊打同级别车。国内买车都喜欢大，可是大车往往意味着贵，理想全系都是5030毫米以上的大尺寸车身，给人直观感受就是大很旗舰。而价格上因为走的是增程，没有那块昂贵的大电池，也没有高级别辅助驾驶投入，再加之理想用到的供应链很多地方的用料额外的省，所以理想的成本比别的车低太多，可以卖到一个相对更低的价格。因此现阶段的理想销量相当可观，而且会保持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它在自己的赛道是几乎没有对手的。反观小鹏今年就很头痛，虽然不久前上市的小鹏 G6 价格很劲爆，20万的价位就能拿下800伏加一体压铸加 XNGP 的车型，无边框车门6倍造型，前双叉臂后5连杆，可能全球都找不出这么良心的车型。但是小鹏这次的竞价是完全不顾 BOM 成本，也就是造车过程中的材料、人工、制造费，强行把价格降低了，很可能销量越大亏得越大。理想之前还发微博说，一家车企的毛利最好在15%到25%之间，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否则这种商业模式便是不健康的，难以循环保持下去的。还有小鹏当下的主力销售车型占到总销量70%的 P7、P5 最低配车型，实际是没有搭载什么先进智能驾驶配置的，也就是说小鹏主打的智驾体验很多朋友是没有享受到的，而这块智能驾驶的研发投入却长期在小鹏内部占据很大比重，这就有种把好钢用在刀背上的感觉。所以这块问题是小鹏内部一开始没有考虑清楚的，未来今年压力也很大。QQ 财报显示，未来的销售毛利率仅有 1.52%， 是3家造车新势力中毛利最低的。再反观同时期理想高达 20.39% 的毛利，其次特斯拉同期毛利 19.34%， 比亚迪 17.86%。之所以毛利如此低，主要在未来的销量实在太少了，所以单车分摊了非常高的成本，盈利能力太弱。但李斌又早早在媒体宣扬过自己绝不降价，不过现在也是真香定律了，在今年6月份调整了全系新车价格和首任车主用车权益。未来的问题在于从诞生至今就走车企海底捞路线，服务所有车企都可以做，但服务是要花钱的，很多车企服务不到位，还是说账算不平，不划算。未来主打高端市场，建了那么多 New House 之后，却发现高端路线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可观的回报，没有带来高毛利，反而在车企里是垫底的，而且会随着未来用户10倍增长后变得越来越难做。
这让未来的商业模式还有待考验。虽说当下小鹏未来有一定压力，但大家也不用太担心。用何小鹏的话说，人家账上还有几百亿放着呢，一时的颓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谁能笑到最后才是关键。对于今天的视频内容，实际博主还是很感慨，在2-3年前，3家造车新势力几乎是被资本市场无脑热捧的，也有太多投机的钱涌入新能源这一赛道，并叫嚣未来传统车企都将不复存在。直至现在，不少传统车企推出的新能源车型也相当能打，因为造车本质还是对供应链的管理和议价能力，这块是传统车企多年以来建立的优势和壁垒。就跟几年前一众新消费品牌也很火一样，换一个看起来很时尚的包装，以为就能让年轻人无脑掏钱买单。但有些产品是空有其表，年轻人为什么要单单的为一个好看的包装花钱呢？而元气森林能跑出来，本质还是自己一直在积累，有足够的线下渠道能力。因此，大家在做研究的时候，一定不要基于表象思考问题，而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抓住事物的关键和重点。好，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觉得我这期内容讲得不错，让你有所收获的话，就给我一个3连吧。制作视频不易，也欢迎大家关注 AI 剁手，这是一个讲新商业的频道，未来也会给大家更新更多有用的干货视频。我们下期再见。